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邓为一句没抓马炸翻全网，花少8能终结综艺剧本时代。一颗定心丸为何成了深水炸弹？邓为说了一句大实话。2026年7月31日的媒体见面会上，这位第一次参加户外真人秀的年轻演员被问到录制感受，直接来了句没有特别抓马的事。他还补了一句说团队有团魂，大家相处平和，遇事一起商量。这话放在别的节目里大概没人在意，但放在《花儿与少年》第8季的语境下，他炸了。因为就在几天前，这档节目刚刚高调官宣放弃刻意制造矛盾冲突，转向真实旅行纪实。总导演李超，那个之前做《向往的生活》的人，明确表态不再做冲突叙事。一个嘉宾亲口说没抓马，一个导演公开说不搞事，两件事放在一起，反而让全网嗅到了一股微妙的味道。这是不是变相承认了网季确实有事？《花儿与少年》这个 IP 前6季的评分走势像过山车，第5季9.3分封神，第6季3.9分跌到谷底，第7季靠8.4分才勉强拉回口碑。观众对偶数季的信任早就被消耗的差不多了，所以这一季的官宣本该是一颗定心丸，结果反而成了深水炸弹，炸出了整个行业心照不宣的那层窗户纸。这到底是一次真诚的制作转型，还是又一轮更高明的营销话术？行业公开的秘密，真人秀里秀的边界在哪？内娱综艺的剧本争议早就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。花少第6季9个人的庞大阵容，最后剪辑出来的效果被观众总结为剩饭文学。一句完整的话被拆成几段，配上不同人的表情，硬生生制造出有人在吵架的假象。评分人数只有 3.9 万，创下系列最低。总导演李超后来公开道歉，承认节目存在选人、剪辑等问题。这不是孤立。婚恋观察类节目里，一句平淡的回应能被剪成婚变信号；竞技类综艺里，素人一句无心调侃能被放大成恶意挑衅。行业里管这叫魔鬼剪辑。通过选择性截取、重新排列、拼接片段，把戏剧冲突拉到最大。问题在于，这种手法用多了，观众不是看不出来。流程设计、情境引导、后期剪辑，这3样东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真实的呈现？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精确的百分比，但有一点是确定的。行业长期以来用综艺效果为编排行为辩护，可当效果建立在制造虚假矛盾上时，观众的信任就被透支了。花少第6季 3.9 分的教训，本质上不是剪得不好，而是编得太明显。观众不是傻子，他们只是曾经选择相信。观众的觉醒，从全盘接受到主动扒剧本，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可能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点，但趋势是清晰的。早期看真人秀，弹幕里刷的是好真实好感动，现在弹幕里刷的是这段剪了吧，原始素材在哪，前后对不上。观众开始逐帧分析，开始做二创剪辑，对比原始素材与成片的差异，形成了一种全民剧本侦探的现象。这种觉醒不是凭空来的。短视频平台的二创生态让信息差被大幅压缩，一个片段被剪出冲突感，马上就有人找到未剪辑版本放在一起对比。刘宇宁在《地球超新鲜》里被断章取义的互动片段，最终逼得他走法律途径维权。工作室发律师声明，明确指出部分营销号通过截取片段脱离语境制造对立情绪。
这件事被业内看作一个信号，观众的拆解能力已经让制作方的小动作无所遁形。弹幕文化和短视频二创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，当观众的眼睛越来越尖，透明度就被迫提升。花少八赶在这个节点官宣去剧本化，不是因为节目组突然良心发现，而是因为受众基础变了，观众不再满足于好看，开始要求真。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。花少八的示范意义，一次转型能否撬动行业生态？回到花少八本身，这一季的制作逻辑确实和往季不一样。阵容只有6个人，吴君如、樱桃、林依晨、周冬雨4个影后级演员，加上邓为、王星越2个年轻男演员，选人标准清晰，能力强，性格稳，不挑事。吴君如58岁，有天然的控场能力；樱桃46岁，白玉兰视后，靠谱；周冬雨33岁，金马影后，不装。导演李超从向往的生活过来，核心卖点本来就是慢和治愈，路线也选得好。南美洲，从墨西哥到秘鲁到阿根廷，27天，马丘比丘、伊瓜苏瀑布、乌斯怀亚。2026年8月播出，正好赶上世界杯热度。一场无剧本的日出直播，拿了4500万观看人次。邓为在镜头前即兴跳舞的画面刷屏出圈。如果这一季真的凭借真实拿到口碑和流量的双赢，它确实可能形成一种标杆效应。但必须保持审慎，单档节目的尝试不等于行业拐点。真正的转向需要制作理念、商业模式、平台考核标准等多重因素共振。花少八的阵容和条件，从纸面上看比第5季还要好，但最终结果还得看播出后的呈现。选角再好，剪辑一乱就全毁；承诺再真诚，如果最后还是老套路，观众不会第2次原谅。你的底线在哪里？说到底，真人秀的真和秀之间，从来就没有一条清晰的线。流程可以设计，情境可以引导，但如果连基本的诚实都做不到，那真人2个字就只是一个噱头。花少八至少迈出了一步，但这一步能走多远，现在下结论还太早。作为观众，你能接受综艺有剧本吗？你的底线又在哪里？